怎么不去送货啊？已经不用我送了。你不送谁送啊？你是真的不知道，还是假装不知道？什么意思啊？我真的不知道哪里做错了。这阵子早出晚归，做到半条命，不是我的工作我都做了，可是贵叔还是看我不顺眼，想把我这个眼中钉像烂菜一样拔掉。你说清楚一点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说的不够清楚吗？我被 sack 了。怎么可能？贵叔已经找到新的司机来取代我了。是不是你看错了？我没听富贵说过。那个 Jack 都已经来上班了，贵叔还亲自带他去熟悉环境啊。我们做垂直农场，产量一定会增加，日后呢也会扩充营业。到时候你送货肯定忙不过来的，他可能是提前请了个帮手给你呢。真的吗？他不是要 sack 我？当然不是啦，不要胡思乱想了。他们会根据顾客的订单包装好蔬菜，你送货之前过来这里拿就可以了。你怎么在这里？是我请他过来帮忙的。老梅，你好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你不是送回老家吗？再也不会让我们见到你，现在竟然到农场来。叶老板叫我来帮他的，他很有诚意，我拒绝不了他。再说我需要这份工作，我需要赚钱养家。记得你答应过的事。我知道，我真的只想好好工作，我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。多做事，少说话，懂吗？懂。什么时候请了新司机？为什么没有先跟我商量一下Jack 是我以前的司机，他年纪大了，找工作不容易，身体也不太好。我知道你念旧情，但也不能把丰收的饭碗给他。你不是一直埋怨丰收只能开车送货？我知道，他最近有帮忙种菜收割，虽然他很勤快，但是表现也不是很好啊。你的意思是，丰收不适合当农夫？你现在又不让他开车，平安不在，我想让他尝试做行政工作。说，老郑啊，你只有这个儿子，而且他也是农场未来的接班人。我想过了，应该早一点让他学习经营农场。我没想到，还以为你……你不是很想儿子成才吗？对吗？我对女婿的要求也是很高的。你不反对他们在一起了？其实我是不看好他们的，但是这是我女儿的选择，我能怎么样？给丰收一个机会试试，证明他是行的。一定行。喂，平安啊，你手机为什么老是打不通的？哎，我告诉你一个天大好消息，好不好？听我妈说，你爸不反对我们在一起了。我现在等不及你回来，等你回来，我们马上筹备婚礼，好不好？最新消息：台风凤梨于昨晚9点38分在台湾省花莲县南部沿海登陆。登陆时，老头子，不好了，花莲县南部有台风，孩子们都在那儿。强台风带来的狂风暴雨，导致许多地区断水停电，树木倒塌，压毁多辆汽车，山区出现泥石流，冲走多栋民宅。
受影响地区风雨不歇，店家几乎全都关门，路上冷冷清清。哎呦，这么严重啊！都不知道 boss 他们现在怎么样了。还是没有消息吗？这次台风啊，真的很严重，尤其是在一些乡区，说不定啊还会遇到泥石流。怎样？还是打不通吗？你要去哪里啊？你在干嘛？你要去哪里？去找平安。你冷静一点，台风都还没有走呢。你叫我怎么冷静？电话到现在都打不通，万一平安出事怎么办？不要胡思乱想，那里还有健康，他们兄妹俩互相照应，不会有事的。妈，我不能在这里等着消息，机票已经买了，我要去找平安。现在那边暴雨成灾，树木坍塌，到处都在淹水，山区还有泥石流，很多道路都被封锁了。你去还不是多一个人有危险？妈，你放心，我保证我们3个人会平安回来的。你不用这么担心，外交部已经说了，有消息会第一时间通知我们。那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打电话给我们呢？花莲也不是很大，找一个人会这么难吗？新闻不是播报了吗？很多地方停水断电，通讯也断了，不容易联系的。你应该这么想，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。喂，好你个头啊！都是你了，没事找事情做，把2个孩子送去台湾，也没先跟我商量。我们刚刚团圆没多久，你一句话就把他们送走。我送他们去台湾是为了他们的前途。前途有比生命重要吗？总之，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他们好。这些年来，都是我一个人把他们带大。你有做过什么？你眼中只有你自己，人家的付出你根本一点都不知道。他们小时候，你每天忙着你的生意，我陪他们去玩，带他们去吃好料，你还说我什么都没做，你有良心吗？不是带孩子出去吃喝玩乐，就是表示爱他们。是了是了，你很伟大，你做的比我多，做的比我好，你做的都是爱孩子的，我做的一切都是害他们，行了吧？爸，吃药了。你还好吗？你别太担心，哥跟姐不会有事的。康乐，你哥回来之后，爸是不是忽略你了？我明白的，我没怪你。你好不容易才等到哥回来。你还很小的时候，爸常常突然抛下你不管，跑去找你哥，有时候一去就是1、2个月才回来。爸，我也跟你一样，也希望哥回来。看到你开心，我也会开心的。你好好休息吧。康乐，你的手有没有好一点啊？
好多了。要记得按时擦药啊。知道了。哥，这么多年，那么远，你都自己回来了。这次，你也要平安回来，跟姐一起平安的回来。你们都是我的孩子，都是我的心头肉。少了谁都不行。我去柜台办手续，这里应该有讯号，赶紧给家里报平安吧。喂，妈，你别担心，我跟平安都没事。啊，这里很多地方都没有信号。知道了，你跟爸说，我们真的没事。嗯。Hello， 我没事，我们已经搬到一间比较安全的酒店了。放心吧，我晚一点再打给你。OK， 就这样，拜拜。酒店已经满了，只剩下一间套房，有个客厅比较舒服。你们是兄妹，同房也有个照应。平安，你电话怎么老打不通？我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，听我妈说，你爸不反对我们在一起了。我现在等不及你回来，等你回来，我们马上筹备婚礼。你告诉我。在找什么？我们匆匆忙忙赶出来，不知道东西有没有带齐。人没事就好了，东西少来可以买的。怎么还不戴在手上？你也觉得我应该戴吗？世运说随时都会停电，我看先给手机充充电吧。你肚子应该饿了吧？我煮个面给你吃啊。早点煮水就好了。饿死了，现在又不能吃，怎么办？要吃呢，还是可以吃的。你干嘛？哎，要煮过才能吃。肚子饿的时候，什么都可以吃的。真的假的？
嗯。你还吃过什么奇怪的东西？只要能吃的都不会放过，能填饱肚子就行了。我记得以前在农场的时候，有一大片的玉树树。我跟你哥很饿的时候，就会偷偷的生吃那些玉树树。我哥他一定是过得很苦吧？确实很苦，但也有乐。苦是别人给的，乐呢是自己找的。能不能跟我说多一点关于我哥的事？我们白天会在农场工作，有空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在一张烂桌子打乒乓。记得我跟你提起过我们看星星的事吗？你说你们经常忙到3更半夜，然后就会一起躺在田地看星星，看到睡着。有时候呢，我们会偷偷的爬到屋顶上，看着满天的星星。有时一句话都不说，但有时呢，健康会说很多很多关于他小时候家里的事，爸爸、妈妈、妹妹。他也常跟我说，他很想念你们。我们也很想念他，很想念他。只要我们记得他，他就会永远、永远活在我们心里。谢谢你，今天又来当我的 model。你免费帮我染发，是我赚到才对啊！康乐，妈，你果然在这啊！老板娘，啊，我认得你了，你就是农场新来的那个小妹。妈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来，你跟我回去。妈，今天是最后一堂课了，我之前已经 skip 掉了很多。如果今天不完成的话，就达不到出席率，我就拿不到 cert 了。拿到cert又怎么样？安迪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在上课，麻烦你先出去。只要我儿子跟我回去，我马上就出去。妈，你别这样了好不好？你是不是他的老师啊？没错。你知道吗？他的手敏感，那些药他不能动吗？妈，他已经戴手套了。哦。戴手套就更糟糕了，手套不通气，他整只手烂掉了。妈，你别说了，我走就是了。哦喂，我妈呢？老板娘回去了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你别忘了，我是一只小猫，嗅觉很灵敏的。我还闻到一股味道，什么味道？很不开心的味道。那个用眼睛看就知道了，还需要闻。逗你开心吗？从小
我总是为别人而活。现在想努力追求自己的梦想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爸妈都不支持我。老板娘也是关心你啊，你的手这样，我看了都心疼。不如这样，你先把手给治好，到时老板娘就不会反对啦。我已经在治疗了，我每天都有擦药。如果会碰到药水，我一定会戴手套。可是我这个病反反复复，不会完全好的。戴了手套不透气，会更痒、更不舒服的。你需要给他一点时间，慢慢好起来。我相信，等你的手好了，他们一定会支持你的。怎么说，我也不能让你这个白老鼠白来。不行，你的手都已经这样了，头发就不要管了，你先顾好你的手吧。今晚是最后一堂课了，我一定会把你的头发染得美美的。走吧。怎么还没睡啊？是不是很痛？还好，不如我们去看医生吧。没流血，没骨折，看什么医生啊？那我帮你按摩，不用啊。按一下可以舒缓。帮你吧。这里吗？蕊蕊。其实住在新加坡真的很幸运，没有什么天灾。今天是我第一次遇到台风，有被吓到吗？我是被你吓到了。这点小伤算得了什么？没砸到你就好了。你每次都是这样吗？常常把别人放在第一位。你不也是这种人吗？健康、康乐，你爸妈永远都把他们的事看得比自己更重要。这些年，你一直忙着找哥哥，忙着农场，忙着寻人主治，永远忙着为别人而活。你不累吗？累，很累。那现在有我了，也是时候放下一些重担，为自己而活，做你喜欢做的事了。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那你现在就开始想啊，听听你心里的声音，诚实的面对自己。没什么比忠于自己的心更重要。还有一件事，关于康乐的。康乐怎么了？我也是听米娅说才知道的，原来他有替代儿童症状。有这样的病症？你爸从小就把康乐当作是健康的替代品，因此造成了他的心理压力。
哎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平安呢？平安。哦，大华，我好想你哦。我多么担心你出事，你知道吗？现在看到你，我终于可以放下心头大石了。你飞过来，为什么没有跟我说一声啊？我冒着狂风暴雨来看你，你看到我怎么一点也不开心？我不是不开心，我一时反应不过来。哇，你们真会享受啊！竟然住套房，台风天啊，酒店也停电了，真是的，我爬了7楼，腿都要断了。哎，我还以为这个套房有多大，怎么只有2张床啊？今晚你们睡房间，我睡沙发。我睡沙发吧。你受伤了，怎么可以睡沙发呢？啊，健康，你受伤了，不是说大家都平安没事吗？我被东西砸到，小事。什么小事？万一有内伤怎么办？我真的没事。还是我睡沙发吧。哎呀，你们2个都不要争了，今晚谁都不用睡沙发，我有办法。米娅，哎，你手好啦？我不是说好先把手给治好的吗？你还一直戴手套，怎么会好？我哥跟姐都去了台湾，现在连丰收哥也去了，农场没什么人手，我只好过来帮忙喽。小老板去了台湾，昨天不是还在这里的吗？他昨天去的啊。那边刮台风哎，他还去。就是因为台风，他才飞过去。他一定是很想陪在我姐身边。丰收哥不顾一切，第一时间飞过去，我姐一定会很感动。听说我爸妈也不反对他们了，看来我很快会有一个姐夫了。有些女人就是笨，男人随便做点什么就能让他们感动。你为什么这么说？丰收哥跟我姐在一起，让你这么不开心吗？够了，叶康了，不想再听到他们2个人的事。虽然你不肯承认，不过我看得出你对丰收哥有意思，不然你不会那么介意他跟我姐在一起。都叫你不要说啦，这时候可以翻脸。米娅，我喜欢你，我是认真的。为什么是我？我有哪一点让你喜欢的？那我也想问同样的问题，为什么是丰收哥？你到底喜欢他哪一点？米娅，我不会勉强你，马上接受我的感情。我会等你把丰收哥忘掉，我会证明给你看，我对你是真心的。总有一天，我会取代他在你心中的位置。如果这个位置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的呢？我真的不懂，他到底有什么好？至少我不像他这么花心，我很专一，我对你是认真的。你不会明白的。
戒指呢？有没有一直戴在你身上？有啊。我要你一直带着它，让它保护你，给你幸福。这么重要的事，我们回去再谈。世事难料，你一天不带上它，我心里不安。你是不是带错了？人家说订婚是带中指的。我觉得这个鱼菜共生的概念不错，我们可以试一试。我也觉得不错，不过暂时不要太贪心，一步一步来。我们先把菜搞好，然后再考虑鱼菜共生。不过我觉得还是可以把这些照片发回去给爸还有珍妮，让他们参考。好啊。哇，一整天要参观那么多农场，累死了。明天是周末，能不能有一点私人空间？我们又不是来玩的。还有顺玉说，接下来几天可能会下大雨，还是不要乱跑吧。就一天，我们放松一下，好不好？诗玉 ，Hello， 这些金鱼天能止痛，你试试看吧。怎么突然给我这个？是平安托我买的。我叫你去看医生，你不肯，所以我就拜托诗韵帮我买。我不是说我没事了吗？哎呀，都买了，就收下来吧。谢谢啊。哎，黄小姐，今晚还有没有什么节目啊？我们在酒店闷了好几晚，我来了这么多天都没有逛到夜市。酒店后面过一条街就有夜市了。你们去吧，我还有一些资料要看。那我也不当电灯泡了。Yes， 终于可以二人世界了。怎么还没回去？收拾完了就走了。都几点了？有什么明天再做？没事，反正回去也没事做。没事回去休息，这些我来做，免得人家说我虐待新同事。哎，太好了，你们都在这里呀、老板，还有事要做吗？当然有了，我要你们两个陪我去吃饭。今天老板娘没有煮，我请你们吃辣椒螃蟹。走了啊！哎，这几天在农场的工作怎么样了？还习惯吗？习惯了。本来我还想叫丰收带你几天，让你熟悉工作的情况，谁知道他，哎，可是我看你应付的蛮好的嘛。老板不用担心，这是个聪明人，他知道该做什么的。哪里，叶老板肯给我这个机会，我一定会好好做的。是咯，最重要啊是多做事少说话，懂吗？懂。哎，老板上哪吃饭？老板，你怎么了？会不会是吃错东西了？应该是老板的胃病发作了。不是。那会不会是盲肠炎呢？好像不是。不管了，赶快去医院。糟了，该不会是老板的计时炸弹爆炸了？什么计时炸弹？别说了，赶快去医院。贴不到啊，我帮你吧。没事，可以。坐下来，我帮你。
吧。人家黄小姐这么好心跑出去买这个，就应该顺便叫她帮你粘嘛。来，好了。开什么玩笑？好了，不跟你开玩笑了，我跟平安去帕托了。妈，平安啊，你爸进了医院，他那颗动脉瘤真的是爆了。爸的动脉瘤爆了，那他现在怎么样了？他已经在动手术了，医生说情况很紧急，很危险啊。平安，你们赶快回来吧，啊！爸不会有事的。不过，这东西一爆是很危险的。你爸又有三高，年纪也不小了。唉，你哥跟你姐又在国外，万一发生什么事，我们该怎么办啊？妈，你别担心，还有我在。丰收啊，你为什么还不收拾？妈说不能再拖了，要马上回去。我在查看班机，现在没有飞机回新加坡。那最早的班机是几点？最快要等到明天。明天几点？最早还是明天10点。10点起飞，8点到机场，6点离开这里，刚刚好。那你赶快补吧。那我定了啊。喂，诗韵啊，我们家里有急事，要赶紧回新加坡。怎么这么久的？医生都说了，这是大手术，至少需要4、5个小时。很晚了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有消息我马上通知你。不，我在这里等啊。你就先回去吧，反正在这里也做不了什么。我想为你爸做点什么的时候，却什么都做不了。以前也不知道为什么的，每天跟他吵架，还故意挑他的毛病。我现在回想，其实你爸对我还是不错的。要是当时我能够忍一忍，不就是没事了喽？赢又怎么样？输掉了感情，赔上了全家人的幸福，这20多年都浪费掉了。其实，你离开家后，爸常跟我说你们的事。你爸一定是说我这个妈很糟糕，不负责任，放弃老公、孩子，连家也不管了。才不是呢，爸从来没责怪你。他是说他自己不好，把你气走了。我记得小时候，爸跟我说，这是妈喜欢喝的茶，你妈喜欢粉红色，妈最怕恐怖片。他常常还是把你挂在嘴边。我看得出爸心里很后悔，这些年来，他还在等你回来。
别那么担心了，说不定回去会有奇迹呢。我当时就应该坚持，应该让我爸早一点动手术，他的动脉瘤就不会爆。别把所有的事都扛在自己的肩上。其实我有责任啊，我应该再劝劝他的。这些年，我一直帮忙其他人找他们的家人，可是我的家人就在我身边，我为他们做过什么？我花在他们身上的时间都没有比我找人还要多，是我忽略了他们，是我的错，我忽略了他们，我忽略了他们。你听我说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平安。你是个很孝顺的女儿，以后你还有很多机会孝顺爸妈的。我怕撑不住了，我怕撑不住。我们是不是错了？没有事的。如果我知道会这样，当时就应该跟我爸说你不是健康。什么？你不是健康？熟悉的月光，照亮了夜晚，像梦一场，想你在身旁，倒带的片段，尘封的温暖，回忆接不断，望着星空孤单，思念和期盼，寂寞的守望，憧憬迷惘，漂浮流浪我习惯，往黑夜的远方寻找回家星光，守望时光倒流的魔法，想回到你身旁，温柔的避风港，让爱的养分温暖心房，想牵你手不放，与你脚步放慢，愿世界冻结，让爱滋长，细说漫谈，聊愿望近况。